两人罕见同行。白鹿节奏加速，王星越低调守候。31日将释放怎样的超级秘密？一桩毫无预警的唐宫疑案。新年的钟声尚未散尽，一桩像利刃般突兀的宫廷疑案猛然刺破了皇城的宁静。没有铺垫，没有温情，没有让人缓冲的余地，故事以最直接、最锋利的方式，将所有观众毫不留情地扯进唐宫的阴影之中。白鹿饰演的李佩仪是个少言、冷静、判断迅速的女官，她的眼神像能切开谎言。王星越饰演的萧怀瑾则沉稳如铁，推演如落棋，每一步都是深思熟虑。两人仿佛两把不同质地却同样锋利的刀。当他们共同追查元宵夜的宫廷命案时，所有隐藏在宫墙后的秘密开始被一寸寸拨开。元宵夜本应灯火辉煌，但宫宴上的一桩离奇死亡让喜乐瞬间崩塌。这是意外吗？不，这是一场早已蓄势多年的引爆。越查越能感觉到那股被压在宫墙下的恶意正试图挣脱束缚。公主香消玉殒，死亡背后是挑衅。皇城千灯齐鸣，歌舞声震天动地，人们以为那是最祥和的夜，直到一声尖叫穿破庆典。宁远公主倒在栏边，像睡着般安静，却永远无法再醒来。她手里紧握的那截残破红绫，像是某种撕裂后的警告。为何她离席？为何在最热闹的时刻死得如此寂静？所有宫人都慌了，但在慌乱背后，有个事实像寒刀一样落下：死的是公主。这不仅是犯罪，更是挑衅。挑衅皇权，挑衅秩序，挑衅这座金碧辉煌的皇城。一夜之间，所有笑声成了压抑的回响。冷静女官李佩仪的狠、准、稳。当众人惊魂未定时，一个脚步稳重的身影走进案发处。不慌不乱，不被死气所扰，好像混乱是他早已熟悉的环境。他就是李佩仪，没有高门出身，却有最敏锐的洞察。他扫过尸体、指尖、衣角乃至周遭空气的动向，每一处微小的细节都能被他拼成证词。他的第一句话让所有人背脊发凉：他不是自己倒下的。7个字像刀锋一样破开宫廷表面的平静。从那一刻起，所有人意识到，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命案，而是即将掀起风暴的前奏。沉稳如山，推理如棋。萧怀瑾与李佩仪第一次并肩，便精准指出关键：公主不是目的，她的死只是混乱的开端。凶手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传递某种信息。这条线索直接把案件拔升到另一个层次。他沉默却敏锐，话不多，却句句刺中要害。若说李佩仪是锋利的刀，他就是稳固的岩石，让刀锋更锐。两人短短一次配合，就形成近乎无缝的默契。这种默契不是友情，也不是情愫，而是意识到他们的目标一致，把真相挖出来。权贵、禁军、宫女，每个人都在说谎。随着调查推进，事情迅速失控。公主生前与金吾卫某将领会面，第二天此人意外坠马身亡。巧合？没人敢相信。更多人物被卷入网中，权贵、禁军、宫婢、御医，每个人都说自己无辜，但每个人眼中都有藏不住的阴影。这不是单一谋杀案，这是一张预先布好的大网。深宫最可怕的不是刀，而是沉默。石壁花纹的暗号指向15年前的灭门惨案。第一案尚未厘清，第二起命案却毫无征兆的出现。现场只有石壁，一朵染血白花。当李佩仪触摸石壁纹路时，她的眼神明显颤了一下。她认得那个暗号，那是15年前的标记。15年前，李家被灭，是震动朝野的大案。那年，她侥幸活下。此刻，她才意识到，她查的不是公主之死，而是她自己的宿命。案件接连发生，及时密文案、禁军失踪案、药方之谜案。每一个案子揭开一层旧事，每个线索像被人故意放到他手中。最终，这些线索指向一个名字，那是宫廷里被刻意抹去，甚至禁止提起的名字。有人在引他，有人希望他看见15年前的真相，但目的是什么？复仇？利用？还是推翻某个结构？没人知道。
随着一次次查证，李佩仪与萧怀瑾都在改变。他的冷是伤痛锻造，他的稳是责任压出的。他们没有暧昧对白，却有一种你在，我就敢往前走的信任。黑暗中，他们的坚持是唯一不会被吞掉的光。案件一步步牵扯至皇权中心，那些一直被掩埋的声音，那些被压制的秘密开始渗出。有人想掩埋真相，有人想利用真相，有人想让查案的人永远开不了口。宫墙高，但权欲更高；功业深，但阴影更深。白鹿与王星越的突破，角色力量压过情绪。白鹿的李佩仪是他近年来最锋利的角色，干净、冷静、精准。王星越的萧怀瑾则像一口静水深井，沉着稳重。两人没有浮夸的感情戏，却呈现出一种把命交给你都不怕的坚固信任。这种表演比任何煽情台词都更能抓住观众。故事要说的不是案件，而是命运、选择与醒来的勇气。每一条线索背后都不是简单答案，而是一个被撕开伤口的人生，有痛，有血，有无法回头的痕迹。李佩仪查的不只是案，而是与过去和命运正面相撞的全过程。萧怀瑾陪他面对的也不是冷冰冰的推理，而是一条充满牺牲、选择与责任的道路。故事在提醒我们，真相不是光，它是刀，刀会割裂人心，也会逼人觉醒。但只有直面刀锋的人，才能从黑暗里活回来。他们选择醒来，选择面对，选择承担，选择不逃避，选择在命运面前仍然保持清醒与清白。这份勇气让故事不只是悬疑，而是一次人心深处的震荡，一次关于坚持与觉悟的重新定义。悬疑、人性、命运全面爆发。这段故事的魅力不在阵容，而在人性。他在问，人在权力面前还能坚持本心吗？没有刻意煽情，却有更深刻的力量。坚持、觉悟，对命运的反击，这是悬疑，也是写实的人性剖面。所有伏笔归于原点。当真相最终曝光时，公主之死是钥匙，将领之死是警告，15年前灭门是起点，而所有的终局都是为了让他看到那个最黑暗的真相。李佩仪与萧怀瑾没有被黑暗吞没，他们不是英雄，却比英雄更可信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这段充满力量与深度的故事触动了你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你最期待哪一起案件的反转？你觉得幕后之人会是谁？李佩仪最终能否承受真相的重量？你的每一次点赞、关注与留言，都是推动更多高质量内容诞生的力量。想继续看到这样真实、有力度、深入人心的解析，记得留下评论，点个赞，持续关注，一起探索更辽阔的故事世界。